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23号的复盘视频，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昨天纳指开盘惊魂一刻，开盘后不久呢就直线跳水，关键支撑位瞬间被击穿，再次证明落袋为安才是王道。低位布局的谷歌波段已经提醒小伙伴们赚钱落袋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波到底是倒车接人还是技术性调整的开始呢？别急，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看图说话，答案就在彩虹带里。今天我们还是会从两个方面去聊一下纳指。那第一个方面呢是纳指的走势分析。这一轮啊，它的一个走势呢，昨天是盘中出现了跳水，到底这一个跳水呢是倒车接人还是技术性调整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可以从 SQQ 的一个走势呢去反向验证一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去分析一下热门的股票，像 Circle、AMD 还有 MSTR、谷歌 APP， 还有我们粉丝朋友呢想让 Lucy 分析一下联合健康这只股票。那如果说你也觉得 Lucy 的技术分析对你是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个888表示认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昨天纳指啊是收出了一根呢带有长下影线的一根阴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啊，我们来去仔细的剖析一下，就是说它这一根70下影线的一个最低点呢是跌破了我们此前讲过的20846.12这一个防守位置。所以说昨天一开盘呢 Lucy 就直接让我们持有谷歌的小伙伴呢先去做了一个止盈。那我们再回头去看昨天的一个这个纳指的走势，它就完全呢是与这个趋势呢是顺势出现的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Lucy 并没有看到一些对市场呢一个利空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在这一个高位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其实每一步都走得特别稳。我们在这个内部呢去讲过它的一个这个高点呢来到了21000这个点位，所以说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而且呢这一根 K 线此前我们是没有遇到过的，就是一根倒 T 字。前呢我们会遇到说这个临近彩虹带这个位置呢，它会出现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拉升。在星期一这根 K 线呢就刷新了高点之后呢，就出现了冲高回落。那么顺势的话，昨天其实开盘之后的一个下跌呢，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技术性回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后续我们其实也有这个去看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呢，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判断它可以去低吸。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昨天最低点的一个位置呢，实际上已经非常靠近彩虹带这个位置了。所以说我们之前遇到过这个7号 K 线，也就是上周它其实是修复过一次，这种就是长下影之后修复之后呢，第二天要出现这样的一个阳 K 去包住它的一个高点，并且能上行就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一个位置如果说今天的一个 K 线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平开或者稍稍低开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阳线才可以，所以我们要等这样的一个阳 K 才能确定说这个指数呢它现在呢是没有危险的。所以我们的一个防守位置呢依然还是20846.12这个位置，那么给大家画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做2手准备毕竟现在呢纳指它已经刷新了高点超过原有的一个高点大概1000点的一个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很久没有去看 SQQ 了。我们来看一下SQQ 呢，这是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60分钟的话，它一直都是在一个黄色的一个飘带里。所以说这也可以这个反向的印证，其实指数现在是在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60分钟 K 线呢是有出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抄底信号的一个白 K。而且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30分钟它也出现了，那这个过程就是少了一点它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 SQQ 的话是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观察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做2手准备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下 SQQ 它的一个动向。那这个位置观察只是观察现在还没有动手的一个信号。
如果说什么时候纳指呢出现它的一个这个有质量的一个回调的话，那么 SQQ 的话，目前一个位置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低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对应的一个价格大概是18.6块左右这个位置，但现在不着急入场。这个就是对纳指的一个这个分析。那从 MACD 来看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基本上已经横盘在这里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红柱子变大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一轮调整的一个开始了，那也就是 SQQ 的一个机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到了昨天呢，其实有消息面对 Circle 呢是一个利空，因为有这个评级机构对这个 Circle 的一个价格呢的评级呢会给到去130这个位置，所以说应声下跌呢，昨天是出现了一个跳空低开之后呢，直接跌破了我们之前观察的一个重要点位，就是61.8%这个位置，209块我昨天呢，在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里呢，有给大家去讲过Circle 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其实，在这一轮的一个反弹过程中呢，其实 Circle 它的一个反弹质量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我没有认为说它现在会跌破209，但是市场就是市场，市场给到了价格的话，去给到130，其实情绪呢会被这个利空带动，所以股价呢昨天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跳空在这个压力位之下出现的一个 K 线，所以说呢，其实就破坏了它现在的一个走势图。所以我们从技术上的话，它已经破掉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线。另外呢，我们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呢，它这里也可以看到它已经跌破了，更是跌破了这一根跳空决定性的这根阳线的一个最低点。所以说昨天呢，我是在这个开盘的时候就提醒了，直接去这个止损这一只股票。所以说我们有持仓的小伙伴呢，昨天就没有再去这个扛着这个压力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止损。我们来去看一下Circle 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我们来看其实从这个彩虹带来看的话，早有这个暗示，也就是说 Circle 呢它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包括跳水呢，其实是从这一刻变盘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个位置这两根 K 线，其实呢当时 Lucy 有去这个盯盘，也就是说在这一个位置1号和2号 K 线的话，它其实没有过掉它的这一根阴线的一半，而且这一根阴线呢它的实体比较大，是与这个变盘的一个位置呢是同时出现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它就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变盘的点。那再结合我们的一个 MACD 的话，它是一个红柱子向下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其实它的一个下跌呢是早有信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就是60分钟 K 线的话，散财童子与30分钟呢是共振的，所以我们有这个指标的朋友你就可以看到后续我们再看到这样的一个大阴线加上我们的一个变盘点的话，那这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下跌走势的一个开启。如果说你不做空的话，在这个位置呢也要去这个减仓。如果说做空的小伙伴呢，这一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非常开空的一个好的一个点位。所以说目前为止呢 Circle 它到现在60分钟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白 K 呢是8号 K 线，但是这不足以说明说它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反弹，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抄底信号出现。所以说现在呢暂且还是不要去参与。那么在这边呢，其实我们的有财生朋友呢，这个第一时间呢也给 Lucy 发来了消息，就是他在决定把 Circle 卖掉，然后呢他说开盘就208了，其实已经跌破了209。那当时他有问 Lucy 的一个建议，那我其实就给了2个字就是要卖。那么他说好，我要出场。那他也感谢了我，这个时候呢是在过掉1个小时之后他给我发来了信息，他说让我这次避免了207到197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样我们只要不去大亏的话就是当赚钱了。所以这就是 Circle 的一个操作。那目前为止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抄底的信号，所以 Circle 的话呢，喜欢的小伙伴呢可以再等一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 AMD 的话，近期呢 Lucy 有从这个位置彩虹带的一个启动的位置，包括这2根一个这个信号 K 线的开始，我们是在这里参与的。
那在这个黄 K 的第二天啊，这一根阴线实打实跌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呢，Lucy 也提醒到了啊，让大家先去减仓。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此一轮的一个波段呢，大概是7天的一个时间，那就给到大家从这个138啊到158的一个区间的一个盈利，大概20元。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还没有去这个提示啊，它还可以买入。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AMD 它现在所处的一个情况啊。之前大家知道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这一天是7号 K 线啊，8号 K 线，但是由于昨天的一个9号 K 线呢跌破了4号，所以呢它的一个这个九转呢就失败了啊，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它的一个回踩到了哪里。其实呢，在一开盘的时候呢，就由于这个英伟达的一些这个利空的消息呢，芯片股是集体下跌的，所以 AMD 呢也会被连累。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有跌破过我之前给大家说的一个防守的位置，所以说我昨天一直没有提醒啊去这个参与，就是这个原因。它打到了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是刚好与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重合。但是我们知道啊，它是一根阴线，而且是跳空的来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等一根 K 线是什么呢？就是在彩虹边界啊，它的一个这个拐头的一个 K 线出现，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呢，它是一个长下影线的这样的一个金针啊，但是不是探底呢？我们现在不清楚，要等今天的一个 K 线。如果说能在某一个位置开盘，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 K 线的一个上方开盘出现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说从下方的话出现的话，那它一定要过掉这一个这个支撑位，也就是153这个位置才可以。所以说 AMD 的话呢，现在其实呢买入的一个机会点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要去看今天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运行方向来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盘前是如何跟大家去描述的，就是 AMD 的话，盘中是有股价反包阳线的意图，但是出现了冲高回落。所以说呢，我依照这个缺口的一个理论呢，要看今天的一个 K 线。那如果说修复股价与彩虹带之间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它要回落，那会出现9号 K 线，结果9号 K 线呢就失败了。那它具备的条件呢，就是1号和4号这个 K 线下方的一个缺口没有补掉。那昨天只是影线补掉了，实体并没有补掉。所以说出现一根反包的一个阳线的话，才可以入场。如果没有的话，暂时先等待再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昨天没有动手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的话，盘中呢，我也会看去它的一个机会。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会在频道里边去通知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那这里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昨天回落的一个过程呢是比较快速的。这一张图表呢是 AMD 的一个5分钟的一个 K 线走势图。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从5分钟 K 线的话我们可以开盘之后呢去看。那么在一个彩虹带下方的一堆白色的 K 线，其实这一堆白色 K 线呢，基本上都是下跌的一个红色的阴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就是彩虹带只要一变盘，它出现的是阴线的话而且是一连串的这种下降结构，所以这个就预示着它开盘其实是向下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5分钟 K 线我们怎么去看，就是你想抄底的话，你去看5分钟 K 线会比较早的发现它的一个机会。所以说5分钟 K 线呢是在大概这个开盘之后15分钟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字样，并且它的一个下降结构9呢是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5分钟 K 线呢出现反弹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回踩，然后出现一个绿色的。如果说你能抓住这样的一个反弹点位呢，实际上日内的一个抄底呢你就做到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大概是在151块多左右，那昨天收盘的话是来到了155块。所以日内的话去看这样的一个5分钟 K 线的话，彩虹带和这个白色的K 线呢是比较具有这个信号的。那么 Lucy 呢昨天是通过反向的一个思维去操作的，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这个过程呢是做到了这5分钟的一个put option， 我是选择了152块5这一个合约呢去做了它的一个做空。那么小试牛刀呢，其实昨天有给到50%的一个收益就是在大概这个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呢，昨天 AMD 的一个开盘下跌，那我们从5分钟开始呢，在这个位置啊就出现了一个机会，那么它这一块的这个收益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如果有喜欢做空或者说做短线的小伙伴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做参考。咱们的订阅粉丝注意了啊，我会在这个盘前广播呢，会给大家写到一些这个盘面上的一个机会，包括如何去看盘。那么咱们的盘前广播会给到新粉丝呢一个7天的一个体验时间，如果是财生朋友们的话，那就是这个终身免费的。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那赶快找助教老师拿订阅方式。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除开啊，你能拿到7天的一个这个广播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和这样的一个期权的实战交易心得，你第一步呢，赶紧点一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作为界面里的话，新粉丝呢是可以立刻解锁我的一个美股洞察的课程体验资格。那每周的直播时间呢是有3节啊，分别是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香港时间下午5点钟。会给我们的内部会员讲解清楚一些这个实战交易和我的一个经验，那行情预判和大概的一个这个底层逻辑的走势也会给小伙伴讲清楚，那教会大家自己看懂自己的股票是如何交易的，也会给我们的财生朋友们呢去讲一下一些这个期权的一些小技巧和操作方法。那如果说想体验盘前和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了。我们昨天呢是在我的一个直播啊，昨天刚好有直播，那么在直播里面呢，刚好讲到了 Circle 这样的一个股票，那也给到了一个进出场的一个标准。其实呢，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计划，还是得到了不错的一个反馈。那如果说你还想进一步学习Lucy 的其他的一个技术分析，那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龙头派对的一个课程。那么现在我们的系列课程呢来到了第3周就是我们龙头派对为利润干杯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那么从7月22号到7月25号连续4天，那像日线龙头短线龙头波段龙头、10倍龙头都会给大家讲到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如果说你还能学会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那我们的一个 option 的话，操作起来呢就会如虎添翼。那想要拿到这样的一份大礼包的朋友呢，你要给我的助教我们的助教联系方式呢，在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找到他，然后加上他的一个联系方式，给他发送口令2个字赚钱2个字，就要能领取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大礼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日线走势图。那 MSTR 的话呢，咱们的粉丝朋友和财神朋友都知道 ，Lucy 呢是一直在跟踪这一只股票大概1个月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呢，现在走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到底它还有没有参与的一个必要。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这一根大阴线如果说眼疾手快的朋友，你440块7毛5已经出场了。那如果还想去跟踪的话，我在我们的一个直播里面去给大家讲过，说这样的一个大阴线呢，就是我们短期的一个参考的标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好的一点是，它现在踩着它的一个这个彩虹带多方的一个上边界呢，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很遗憾这个反弹呢，其实都没有过掉它的1/2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学过大阴线战法的朋友，在这个地方呢，现在还没有出现它的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动能。而且在昨天这样的一个行情盘中跳水的一个走势，其实呢它有去踩漏了它的一个这个边界，那踩到了什么位置呢？就是中间的一个中轴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这个描述就是说它的一个彩虹带紫色上边界冲高回落，那不是反转形态所以说只有30分钟有信号，60分钟没有信号的共振显然是不靠谱的。这个里指的是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要等待抄底信号共振呢，或者是日线上的止跌形态出现才可以参与。那什么是止跌形态？也会给大家画一下。那观察这个位置，就是彩虹带的一个中轴呢，就是最弱的一个位置了。昨天就踩到了一个最弱的位置，如果跌破的话，暂时就先不要考虑参与了因为下降的过程的话，我们是没有必要去这个抄底的，因为你抄的不一定是底，有可能是腰。那反转的一个形态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已经收回到了一个上边界，那它最好是有一根反包的一个阳线，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组合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才证明说它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股价拐头。不然的话，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呢它昨天已经盘中踩到了这样的一个黄 K。如果说整个市场不行的话，包括比特币走势不行的话，MSTR 的话它也不会独善其身，它很可能会这个走到下方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有 MSTR 的朋友呢，你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预案，就是它如果是冲高的话，那你要高抛如果说它再向下走的话，你现在暂时不要低吸。这个就是 MSTR 的一个跟踪。而且昨天呢，其实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它的 MACD 死叉了。死叉呢，进一步如果说红柱扩大的话，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下跌股价下跌。然后这个我们的日线三彩童子再一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一个这个上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其实如果说股价松动的话，它走一个横盘震荡的话，也不是我们需要参与的一个标的了，那我们就可以换成其他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谷歌谷歌这一轮的一个行情，其实涨势呢还是比较喜人的，而且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坚定持有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起爆点呢是在这个位置，当然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在这一个区间，所以说我们是拿到了它的一个低点，就是大概在175的一个位置，而且沿着这个彩虹带非常非常稳健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呢，现在出现了8号 K 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持仓的话大概有超过半个月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昨天来到了它的一个这个缺口的一个下沿。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它是先过掉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就是185，变成了一个支撑，而且呢它是有一根阳线而且是黄 K 过掉的，其实呢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势头。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谷歌它的一个财报公布呢，也对它的一个股价呢有一些助力。而且我们从技术分析上，其实它在彩虹带的一个多头呢，算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共振。所以说，不管呢财报发送的一个这个时间呢是否及时，我们可以从技术方面呢提早的去发现资金的一个这个动作。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就抓到了它的一个启动点。那为什么昨天我已经提示了我们持有谷歌的朋友呢？其实开盘之后大概在这个位置大概是189的一个位置，我已经提示去卖出了，因为我昨天发现它已经来到了这一轮拉升之后呢，来到了此前高点跳空的一个缺口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个缺口呢其实还比较大，而且近期呢我们看到股价是比较接近于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缺口呢是会被顶掉的，但是它如何消化这个缺口呢，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能说在这个地方你去拿着我们的一个波段的持仓呢去看它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先出来，然后再去看它后续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分析一下它在这个位置出现8号 K 线，那它是一个这个下探之后呢，盘中出现了一个微型的一个走势，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单针。所以说这个过程呢，9号 K 线的话，我们知道这一轮呢，不管是8还是9，都可能会出现它的一个高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的一个这个利润呢先落袋。那么后续如果说它像AMD 一样这样回踩之后再拉升的话，我们还是会有低吸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卖掉它呢，算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只要等待它的一个这个修复，因为这一条彩虹带我们知道有彩虹带的这个财生们都知道它是会被修复的。它一定会从这个股价的一个这个区间修复。它是怎么修复的呢？比如说在这里，它黄色的 K 线，那会连续2天回踩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中轴的一个位置。那包括谷歌在这个地方，它也会去回踩。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它其实离彩虹带不是很远的地方，它就会出现回踩。所以说我们看它就是谷歌的一个什么股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偏离的比较大的话，那我会觉得它后续可能会出现回踩的一个动作。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规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在这个盘中如何去提示的。首先盘前呢，我写到了股价呢是战胜了185元的一个阻力位，变成支撑位收盘是在190，收到一根黄色的 K。我们说这个175元附近参与的。那我们如果说后面只等待这个结构9，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2周的一个跟踪对吧？那按照9号 K 线的一个操作执行标准，
那就是你要是在这个缺口下沿191.4块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缺口怎么消化。那我们只要关注好日线的3彩童子提示就可以了。但是开盘不久啊，开盘大概10几分钟的时候，那我说看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纳指的一个跳水。所以在这个地方，谷歌呢我就提示了啊，我们还是先卖掉了，先出来。所以说这就是谷歌我们这一轮的一个操作。那后续的话，如果它再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一起去这个参与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这个 APP 啊，这一张图表呢是 APP 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在这一天啊，提示了 APP 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有财神朋友啊，包括粉丝朋友呢，也去这个小仓位的去参与了。那么这里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它离得又不远，所以呢，买入的话，基本上你的价格应该大概在365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在这个地方，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呢，就比较这个突然了，它直接下探了，而且呢是在这个盘中呢一度是跌穿了我们的一个这个紫色飘带。但是呢，我在盘中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提示，我就是想看一下它在紫色飘带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紫色飘带上方，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包阳线的话，那又是我们介入的一个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补仓。如果说补仓的话，我们的一个仓位就重了。但是我们是观察它能否出现这样的一个拐头。如果说有拐头的话，那我们自然还是要去买入的。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最好这个仓位也不重啊，止损的话，它也不会让你亏太多。这样就是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交易手法。所以说 APP 的话，我的一个担心呢，就是它如果说这个位置再出现变黄的话，那它就失败了。如果没有，我们还可以继续拿着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路。所以说 APP 现在呢，它比较在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 MACD 的话，它是在0轴附近呢出现了一个这个争夺也跟昨天那个整体行情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再去看一下比较关键的一个 K 线能不能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包的一个阳线，最好是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 APP 盘前呢，我是有这样讲过我说它是在这个变盘的一个关键时刻黄色变紫色就是空头变多头的一个意思那么它回踩到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那日线的话是 TD6，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位置呢，你先去找一个共振点，那要控制仓位不要重。其实这句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它修复的一个位置还没有确定，所以说避免不要被套的一个风险。那九转的话，股价回踩暂时呢不要低于这个价位，但昨天是低过了355.9这个位置，所以说设置了止损但是我没有提示。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太突然了，比较靠近，那我们也要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今天纳指修复了的话，那我想这个股价它也会修复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合健康呢，是咱们粉丝朋友呢想让 Lucy 分析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个指标呢，来去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联合健康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波大的一个这个黄色的一个飘带呢，就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它之前应该是经历过一波大的一个下跌。那在这一个246.6毛7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我们那个资金抄底，而且这里呢会有一大堆白色的 K 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波段超跌的一个位置。联合健康的话，现在并没有说它一个启动的一个信号，而且呢近期它还在跌，我想跟它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和消息面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日 K 线的话，现在是到7，它还没有结束，所以说近期呢还会有8、9这样的一个 K 线，也不是说9号 K 线就结束了，它后续呢还可能会在这个位置震荡。所以说我们呢观察它的一个点呢，就是要用到这个黄色飘带，因为它是黄色的，就是在空头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想要抄底的朋友，你还是要再等一等。但你要是持有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先这个止损可以止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60分钟如果说有一个抄底信号的话，那会出现在60分钟。那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现在呢，它有没有抄底信号？它有白 K 也是一样的黄色，所以它跟日线其实是共振的，就是日线有黄色的然后呢，这个60分钟也有黄色的，其实它是一个共振的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没有看到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它只有一个好的一个点是
它的一个黄色呢，其实好像渐入到了一个尾声，但是它没有出现那个变字。如果说它能变成紫色的啊，那可能60分钟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反弹。那反映到这样的一个 K 线上的话，它有可能这样的一个 K 线再上去，那么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的话，它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那这就是联合健康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